你知道在三国中最精彩的一场战役是什么吗？我敢肯定会有很多人说赤壁之战或者官渡之战，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为了让排名更有说服力，我结合了历史和小说，将10大战役重新进行排名，现在为大家一一奉上。第10，濮阳之战，它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的一场著名战役，发生在公元205年。这场战役是曹魏与孙吴之间的一次重要的战役，就是曹操军与袁绍军相持于官渡，从此展开的战略决战。而此时的曹操兵力就只有3万左右，但实力强大的袁绍则派出了10万大军。不过在兵力劣势的情况下，曹操选择了突袭袁军的乌巢粮仓，而这使袁军主力大降，由此官渡之战取得了胜利，并且这还奠定了曹操一统北方的基础。第9和第8，火烧新野和博望坡。众所周知，在诸葛亮辅助刘备后，一共放了3把火，这就是其中的2把，而他的第1把火就是火烧博望坡，令夏侯惇大败。于是曹操就亲自带兵征讨新野，但是到达目的地时，却看到城门是敞开的，而曹操手下的曹仁以为城中无人，于是就引军进城驻扎。但是就在眨眼间，他们全部都葬生于火海之中。原来这时的刘备已经退至樊城，并且还留下赵云等人火烧新野，而这使毫无防备的曹军死伤无数，并且还等着赵云来收割人头了。而这一战曹仁大败。第7，上方谷火烧司马懿，这是小说《三国演义》虚构的故事。在当年，东吴和蜀汉两军在渭南相持非常久，而蜀军因为远道而来，便不可久战，于是诸葛亮就计策把司马懿引到上方谷，然后再用准备好的易燃物质火烧司马懿等人。而在魏延把司马懿等人引入上方谷时，上方谷就立马被烧得火光冲天，眼看司马懿等人就要葬身火海中，但是这时大雨却突然从天而降，因此大火也就被迅速扑灭，而司马懿他们也就幸运地逃脱了，并且诸葛亮还不由得深叹：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不可强也。第6，荆州之战，它发生于建安24年，而此时的关羽正率领荆州军攻打曹军。由于在此战中关羽使用了水淹七军的战术，这使曹军不仅大败，并且还使其威震华夏。但是关羽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很久，因为吕蒙趁机把荆州给占领了，所以关羽进退失据，最后还被东吴军队给擒杀了。而此战的胜利让东吴的势力进一步扩大到了荆州地区，并且还为之后的3分天下巩固了基础。第5，夷陵之战，它发生于章武元年，由于关羽给擒杀了，而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，不仅不听诸葛亮等人的劝谏，并且还率领大军伐吴。一开始的时候，蜀军锐不可当，相继攻占了峡口、秭归等地，而且还大败孙桓、朱然，斩杀潘璋、马忠，甚至在吴国求和的情况下，刘备不仅不懂得见好就收，反而还严词拒绝，因此孙权也没办法，于是就任命陆逊为都督来抵挡刘备，而陆逊坚守不战，因此还相持了半年。但是在刘备移兵进山林避暑时，陆逊便瞅准时机，火烧连营700里，打得刘备落荒而逃。而此战的胜利使孙权巩固了江南地区，并与魏国展开了长期的对抗。第4，汉中之战，它是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而展开的一场战斗，并且双方都投入了非常多的战力，参战的基本上都是三国时期的名将，可谓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战，简直就是神仙打架。而且不管是从哪方面来说，它丝毫不逊色于三国时期最著名的3大战役，甚至还可以说比其中的任何一场战役都要精彩。虽然战争持续了将近2年之久，但是在史书中却交代着很少。第3，官渡之战，它是东汉末年3大战役之一，并且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。建安5年，曹操军与袁绍军相持于官渡，从此而展开的战略决战。由于曹操突袭袁军的粮仓，从而击溃了袁军的主力，并且此战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。第2，赤壁之战，在公元208年，曹操率20万军顺江而下，而周瑜此时却只率领3万兵马去抵抗。虽然兵力存在非常大的差距，但是周瑜选择了使用火攻的计策，使曹操大败。而在赤壁之战中，孙权和刘备在强敌进逼的情况下，选择一起结盟抗战，扬水战之长，并且还巧用了火攻，使其成为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，并且此战还为三国的鼎立奠定了很好的基础。第1，北方统一战，它是指初平2年至建安13年，曹操以汉天子的名义来征讨四方，而对内消灭了2袁、吕布、刘表、马腾、韩遂等割据势力，还对外降服了南匈奴、乌桓、鲜卑等，并且还把中国北方给统一了。而实行这一系列政策，主要用来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，扩大屯田，兴修水利，奖励农桑，重视手工业，安置流亡人口，实行租条制，从而使中原社会不仅渐趋稳定，经济也出现转机。由此可见，将其排在第1，实至名归。